大家好，我是戴主义。那最近呢，我又买了一台新车。那买了那台车子之后呢，第一件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安装行车记录器 Dashcam。因为在今时今日啊，这个行车记录器它已经不是一个奢侈品，它是一个必需品。因为证据就是一切，而且你不知道你上路过后你会遇到什么，别人会遇到什么东西。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开箱的这一台呢，就是我刚刚收到最新的70My Dashcam 4K A800 SE Set。那为什么叫 Set 呢？因为它是一个 Set 啦。所以事不宜迟，我们就直接来给大家现场开箱这个我刚刚收到的这个70My 4K Dashcam。所以打开这个盒子呢，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啊。它有一个主镜头跟一个副镜头，因为它是一个 set 嘛，像我前面说了，所以它这颗主镜头呢，这边就有一个3寸的萤幕，然后里边有这个 Super Capacitor 超级电容。重要的是呢，它前面这个镜头啊，它是 4K 30 frame per second， 然后它后面那颗镜头呢，就是 1080p 30 frame per second， 所以它是一个 dual channel recording 的这个2个 channel 的行车记录器，前面拍到，后面拍到。现在这个最新的 A800 SE 呢，他们强调它使用了 hardware level 的 HDR。那什么叫 HDR 啊？就是太过亮的地方啊，它可以跟它缩回来一点；那不够亮的地方，它就跟它提升，所以就让它的整体综合比较好这样子。Alright， 我们来看一看它的画质。那这个 f1.55 的超大光圈呢，它的采光量比 f2.0 提升了78%，因为它有 Super Night Vision， 所以它晚上的画质更加的 sharp。你看像 Moto 的这种小车牌都能够看得一清二楚。再来，它有这个 2G4P 加 IR 的 Optical Lens， 这个超广角高清镜头，还有 6 layer 的 lens， 可以有效降低变形，提升画质的这个 contrast。包括这个 70My Dashcam 4K A800 SE Set 呢，它也有这个 ADAS 的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的功能，所以呢，它一样可以。如果你的车子本身没有这个功能呢，它就直接充当了你的 ADAS， 因为它可以帮你去Lane Departure Warning 啊，前方预防碰撞警示啊，有 Pedestrian Alert 等等。所以你装一个行车记录器，它已经不再只是一个行车记录器这么简单，它也提升了你车子的 Safety Feature。所以安装一个行车记录器的价钱你就可以得到那一种你知道吗？很豪华车的那种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Caution, front car. Lane departure. Attention to riders. 当然了，这个 70My 4K Dashcam 4K Ultra HD 呢，它有一个重点就是 storage， 它可以存多久？首先，它是从32GB up to 512GB， 所以你看它的镜头好，它的 sensor 好，有 hardware level 的 HDR。同时它的 storage 也够。那我们能够从它的包装上面看到它有什么样的 features。首先就是4K 30 frames per second with HDR 啦， dual channel recording 啦， super capacitor 啦， built-in GPS and ADAS 就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啦。再来有 voice control， 就是你可以语音声控它。那我这边看到一个重点，之前很少看到的就是有 buffer emergency recording，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事先在事情发生之前预录 up to 3分钟，然后当事情发生之后，它会持续的再录多一个30秒，就是独立的一个档案，方便你调阅，方便你查询的时候。因为行车记录器你可能开着一整天，你可能开着一大早一整个晚上，但有时候就是那个 moment 最重要的我们要看到那个东西，所以Buffer Emergency Recording 呢，也是这个最新的 70My Dashcam 4K A800 SE Set 里面有提供到的一个功能。再来，它有 Wi-Fi 6，就是你要传输的时候因为有时候你要超发嘛。OK， 你首先你可以 Type C 去连去你的电脑，或者你可以用那个 Wi-Fi 来连接它。
它的 download speed 都是非常非常快的 ，compared to 旧几代的产品这样子。再来还有这个停车监控，24小时的停车监控功能，就要带到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70 mAh 的 Power Bank。那这个 Power Bank 有什么不一样？哇，这应该是我频道里面第一次介绍所谓的 Power Bank。那首先严格来讲，它不叫 Power Bank 它的全名是70 mAh Dashcam Battery Pack。OK， 我们现在就先来开箱。OK， 所以这个 Power Bank 就首先为什么需要 Power Bank？ 首先它就当做是你的一个备用电池。所以我相信，当很多观众一看到这个70 mAh Dashcam 的 Battery Pack 的时候呢，第一个会想到是，它只有7500 mAh 够用吗？这么小而已 ，OK？ 但重点不是7500 mAh， 重点是它旁边这个小个字的96 Wh。然后如果你搭过飞机，去过很多航空公司的网站看，你就会发现到大部分的航空公司他们都会标定比如说不能够超过100个 Wh。那为什么一般的航空业界是使用 Wh 而不是 mAh？ 重点就是在于它的 Volt 会影响了它的电池大小，所以基本上我跟你讲1万个 mAh 或者2万个 mAh 都是非常片面的一个说法，它不够全面，或者说某种程度上啦，我跟你讲1万个 mAh 是没有意义的 ，OK， 它只是方便行销、方便 marketing。那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它的这个7500 mAh 它是用 12.8 volt 来计算的。换言之呢，外面一般上那种 power bank 啦，他们如果用 3.7 volt 来计算的话，它已经是相当于26000 mAh 的这个 size， 就是你哪知道啦，这个重量1点多公斤，对不对？所以这个 power bank 有什么重点？就是它为什么会适合放在车里面？我们把它拿出来。那作为一个7500 mAh 12.8 volt 96 Wh 的这个power bank首先它的整个东西是非常的 solid 非常的扎实这样子。那我相信很多观众一想到 power bank 放在车里面，你可能放在 carpet 上面，你可能放在 glove box 上面，第一个想到就是哇，马来西亚天气这么热，它会不会 overheat？ 它会不会这样子？不用担心，因为这个 power bank 的这个 battery pack 呢，它是采用磷酸铁锂电池，所以磷酸铁锂电池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安全性非常高，而且它非常非常耐热的一个电池，就锂离子电池的一个种类。而且重点就是它的循环充放次数非常非常的长，比旧款老款的电池耐用很多，所以它非常非常适合放在车子里面。当然了，这个东西你可以去 charge 它，有2种方式，一个就是你用我们的那个所谓的香烟头啦，就是你的12 volt 的 socket 来 charge 它的话，大概是90分钟可以跟它充到满。那如果你用 hardwire connection 的话，就是直接连接你车子的电瓶，比较快，大约是60分钟可以给它充到满。所以这个所谓的 battery pack 如果你停车监控啦，就是你车子已经熄火之后，它可以搭焊 up to 45个小时，45个小时但正常情况下你要顶个1天2天是没有问题的 ，OK， 因为它不是给你说哇1个月不启动车这样子，因为你每天都要驾车，或者你每2、3天都要上一次车，所以你的车子还是会有 dashcam， 它还是会运作。那停车监控注意有几种方式，就是因为它不是一直在录，比如讲你停50个小时就录50个小时，因为它有感应 ，OK， 它有 built-in 的那些感应器，所以当有人触碰到你的车子的时候，可能有 motion detection 的时候，它才会 active。它的整个东西都是非常的扎实。然后你看它这边有很多密密麻麻的这些DC in 啦，12 volt 的 output 啦，5 volt 的 output 这是一个 Type C 啦，然后还有 on off 等等都可以使用它。所以这个70 mAh Dashcam 的 battery pack 这个96 Wh 7500 mAh /12.8 volt 的 battery pack， 它完善了整个 Dashcam 系统。当然了，这个
关于70 mic Dashcam 4K A800 SE 跟这个 Battery Pack 的详情，我会放在 video description 和留言区。如果你对他们有兴趣，他们的价钱啊，他们的规格呀，要去哪里买呀，有什么促销等等，都可以在影片的 video description 找到。所以我是戴主义，喜欢我的影片记得 follow Instagram， 看我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我们下期影片见 ，Let's go。